到85年。一開始呢，佢又係賣大菜糕啊、小食啦，啲嘅漢堡包仔啊、香腸魚蛋啊，士多嘅形式經營㗎以前。梁奎之和莫炳全夫妇是这家甜品店的第3代传人。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士多，到米其林指南的街头美食推介，如何创业守业，这后面总有拨人心弦的勵志故事。整翻個大菜糕先。喂，芝姐。你好啊，老細。喂，整個大菜糕呀先。大嘅大菜糕你食下。哇，好，加汽水。加汽水係嘛？以前原始嗰陣咁係咁食嘅啦。試下佢個味道先。得唔得啊？得，幾10年都冇變，就係中意食你呢種傳統嘅味道。多謝。係。第3代传人梁奎之接手的这家小店，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。当年只卖闲杂的小士多，凭借着大菜糕这枝独秀，成为了好几代澳门人的童年记忆。點解有3色大菜糕嘅？好食嘅。大菜糕又称为石花冻，是采摘海边礁石上的石花菜熬煮过后冷却而成的一种胶状甜品，类似于果冻。呢個過程咧就最緊要煮嗰陣時間好緊要。時間唔夠嘅呢，有啲大菜唔溶嘅呢就唔好。時間過咗嘅呢，佢黃色有陣味咁，一定要過濾。過濾咗之後咧，解凍佢60度至70度度啊開始執。浸泡、清洗、熬制、過濾、凝固。莫家的第1代手作，成了澳门街当年的爆款。到第2代传人接手后，所创作的甜品更是让这家小士多声名远播。非常纯。就是它会有那个榴莲的那个果肉那个丝的那个感觉，然後就是完全像吃榴蓮的感覺。次次過嚟都買嘅，好多肉㗎，你睇下，啖啖都有榴蓮肉㗎，好好食㗎。成功地把猫山王榴莲果肉变身为雪糕，猫山王榴莲肉的芬芳馥郁、肉似凝脂和雪糕的嫩滑丝柔、入口即化一经结合，即吸粉无数。这正是莫家第2代传人引以为豪的杰作。所谓创业难，守业更难。前人所创的2款爆款小吃，給第3代接班人以無形的壓力。基本上呢成21個鐘到啊！好生意嗰陣，計呢度1日翻3個零鐘。每天早上幫忙丈夫做好開業前的準備，梁奎之就獨自走進後廚，開始手工生產雪糕。接手小店的28年來，芝姐不敢有絲毫怠慢，堅持延續前人的純手工製作，即使手工製作耗時費力，產量偏低。啲貓山王榴蓮雪糕啲雪糕真係做得好長時間，一日做嘅時間要10幾個鐘啊！貓山王榴蓮雪糕的材料主要是奶粉、葡萄糖和馬來西亞貓山王榴蓮。有5粒星嘅呢先就係真正嘅貓山王。嗱，我而家開俾你哋睇呢個榴蓮。即係話嘅我稱啊隻榴蓮呢就係4斤幾，你開咗之後呢455克，一個榴蓮呢就我做5-6杯到。即係以前嗱老爺教冇機啊嘛，冇機呢個跟住要剁佢搞落去，冇咁辛苦啊嘛。煲水呢至好煲到80度到呢個咪啱嘅，做雪糕唔使落霜啊，啲榴蓮肉啊，啲水果啊。溫度高嘅呢啲水果呢係變味㗎啦，冇咁好食㗎啦。當水煮至80度，芝姐開始將葡萄糖、奶粉和榴蓮果肉陸續倒進水中攪拌均勻。接下來開始進入決定榴蓮雪糕口感的關鍵一步。嗱，你家姐咁樣攪勻佢，攪2-3個煮、3-4個煮咪 OK 咯。豆大雪糕好辛苦嘅，一次係3-4個煮啦。
第一處咧要耐啲，因為啲榴蓮肉要棍打啊嘛。第一處打到佢棍晒，第二處咧冇咁辛苦噶啦。第三處咧咁誒搞佢陣間搞佢兩搞，嗰佢開始凝固噶啦嘛。要把姜粒的榴莲肉搅拌均匀，直至半成品呈现糊状後，即轉入冰櫃裡，反覆急凍3次，最後手工入杯。我打一櫃嘢啊，10幾個鐘啊，一個人打1400幾個啊嘛。速凍櫃咧3、4個住就食得㗎啦。哦，呢個貓山王，係整呢個啦。係啊。點賣？街解凍先食68。68。哇！呢為招牌嗬。招牌。好好。要解凍解幾耐？幾分鐘就得啦。都係純手工嘅呢啲啊。我哋一啲純手工㗎，你睇我做到2個關子。好啊好啊，正啊。1987年，守住了本业的芝姐开创了以饼干碎为主要原料的木糠布丁，用芒果柚子做的杨枝甘露。墨家第3代明星产品正式面世。即係從士多到依家，真係甜品嘅特色店，真係好多人食，係我老爺太公太婆嘅功勞，我都跟唔上。冬天的上川岛进入了旅游淡季，过滤掉喧嚣，小岛回归安宁。大海依旧如同一个无穷丰富的食材宝库，等待着人们的探索。每月初1或15大潮前后，妇女们便趁着退潮，为当地一道号称天下第1饭的美食，到海边寻找必备的食材。吴丽芬和林月笑这对妯娌率先上船。不过小娃娃不干了，非要跟着外婆吴丽芬出海。小船伴着跳跃的鱼群，20分钟便到达了炒米粥。它的地名源于这片小小的地方布满了炒米般凹凸不平的礁石，容易附着大量的贝类。它们自带特制的铁锹，去撬取一种只有拇指头大小的贝类。它们多数生长在石头缝隙里，因此被当地人叫做石家螺。吴丽芬专业挖螺30年，在姐妹当中最有權威，卻沒想到她是個外來媳婦。廣西嫁過嚟嘅喎，未接觸過，廣西嗰邊冇嘅喎。啲貨拿太肥，你攞唔到啊，瘦瘦哋攞唔到啦。林月笑一直在礁石外圍緩慢地行走。作為本地人，他挖螺的資歷一點也不比吳麗芬淺。11、12歲就學咯，攞啲蜆啊、捉下魚啊嗰啲咯。冇啊，好少攞螺噶，辛苦又危險。越危險的地方，石家螺越多而肥美，也容易讓人鋌而走險。以前攞食過螺，我日個食孔你唔得出喎。我喊阿笑，阿笑快隻過命啊！下人啲螺要刺噶啦，咁你咪卡住啦。阿笑，以後冇入咯啊，冇可能叫個螺可能個命喎。不過藏得太深，容易餓肚子。好在石家螺也有個相依為命的好朋友。因為食劫攞唔到吃啦嘛，啲蟹仔攞啲嘢俾食劫吃嘛，結果可以保護啲蟹仔啦嘛。黃豆大小的寄生蟹晶瑩剔透，看上去確實很需要保護。那就和石家螺一起跟着人類姐妹們回家吧。今天收获的10來斤石家螺，先要給它們沖個淡水澡。
再准备下锅焯熟。刚焯熟的石家螺鲜香可口，而不离不弃的寄生蟹则增加了 Q 弹的口感。要做天下第一饭，还得给石家螺挑肉去壳。1斤带壳的石家螺，最后只能挑出2两螺肉。林月笑马不停蹄和其他2位姐妹抓紧退潮的机会，来到从小长大的沙滩边，捕捞另一种川岛特产。他们在不停翻涌的海浪里對抗着潮水。一路酸猛，你一個唔小心踩下會又好難上嘅喎。俾個腳撐住嘅，要好大力先得㗎嘛。耗费如此力气，为的是当地特色海鲜之一沙白贝。和挖石家螺一样，林月笑和伙伴们往往要到更危险的地方去，浪大的深水区。这样反而能靠海水的浮力减少拖沙白爬的力气。算係辛苦啊！有得衝浪要錢賺，開心。沖個涼問你係俾錢嚟個沖浪，我唔識錢啊嚇！我哪知沖浪？虽然他们泡在冬季的海水里行走了几个小时，但心情并没有和运气成正比。在爬出来的杂碎贝壳堆里，只捡出少量的沙白。等待饭菜飘香的傍晚，石家螺已经准备就绪，搭配甜而不腻的广式腊肠，和其他配料一起翻炒。同时把浸泡1夜的本地丝苗米放进沙包里，煮到水半干，就可以把炒制的料头铺在饭面。广式腊肠的油脂包裹着每一粒米饭，夹杂着脆而鲜美的石家螺，鲜香有嚼头，天下第一饭就此诞生。林月笑最拿手用沙白做菜，沙白鸡包是当地的家常菜。先把鸡块烧开，鸡肉中富含的谷氨酸是主要的鲜味来源，而沙白中更有一种超鲜的氨基酸琥珀酸钠，二者叠加，鲜度翻倍。粉丝蒸沙白是最常见的做法，沙白的汁液让粉丝上色提鲜，入口倍香。今天是吴丽芬丈夫的生日，兄弟姐妹们齐聚一堂为他庆祝。我哋家庭感情結束嚟好好噶，你照顧我，我照顧你啊！在广东传统婚嫁习俗中，男家在婚前过大礼时，给女家送去嫁女饼，而女家再把嫁女饼赠与亲朋好友，告知喜讯。家族3代做饼的何雪芬是顺德嫁女饼的非遗传承人，至今她还收藏着家族超过100年的制饼秘方书，拥有100年历史的模具，制作着各种传統餅類點心，但嫁女餅始終是她的心頭肉。嫁女餅係男家送俾女家，第一次最有儀式感嘅食物，好食啲啊！個個都讚，係咪等於女家嗰邊係咪對男家嘅印象都會好好多啊？所以我對個質量，我覺得我係比較執着咯。我成日都即係用咁樣嚟去鞭策自己咯。其中5仁馅的嫁女餅寓意多子多福，
是饼店里最受欢迎的品种之一。核桃在众多坚果馅料里占据 C 位，因为它的用量很大，但市面上的核桃品种大多有涩味儿。何雪芬一直在寻找心仪的核桃，终于辗转在云南打听到，云南大理拉乌彝族乡只有8000多人口，但种植核桃的历史悠久，是云南核桃原生种源种群保护基地。何雪芬和女儿严运健一起见到了核桃供应商张云新。欢迎你们到我们拉乌乡来，我们祖辈辈都在种着这个核桃。哇，这个地方很舒服啊！是的，在这个地方生长的核桃一定很好吃的。那在我们拉乌乡的话，像这样的上百年的古树核桃有上万棵，啊，这种核桃的话只有我们这里才有。不一会儿，何雪芬猝不及防地看到了拉乌人的艺高人胆大。30米高的百年老树，舒展开10几米的枝干。爬树高手们拿着3到7米不等的竹竿，站在各个树杈枝丫上，拍打每一处长着核桃的枝叶。半空中吹过的每一缕风，都能引起树枝和爬树人心头的一阵颤动。脚要稳住，全身用力，重心掌握好，想着安全的下来。前2天还掉下来一个的，直接就细了。鲜核桃的绿色外皮含有青皮素，氧化后让每位核桃农都染了一双黑手，要靠皮肤代谢才能慢慢褪色。这个是刚刚才打下来的啊，白宁老树核桃，它是瘦肉型的核桃，其他的品种的核桃来做一个对比，它的外观就区别很大。这个就像胖子，这个就是瘦子，里面的肉也是一样。这个星星呢，你们可以直接不撕皮就尝。拉乌核桃的特色就是仁白，回味香甜。寿桃是拉乌老树独有的品种，果仁瘦而结实，油脂较少，容易保存。而常见的肥桃则油脂含量高，放久了容易有哈喇味儿。这个有淡淡的香味，对，脆脆甜甜。对，之前我们找了很久，这个就很白，很漂亮。因为如果那个5仁切出来黑黑乎乎的，其实卖相就不好看了。它这个吃起来就很清甜，越吃越想吃。妈妈想要的味道和女儿看中的颜值，在拉乌核桃身上完美结合，但还需要2道工序，这些核桃才能跟他们回家。为了避免青皮素渗入核桃壳内，导致果仁颜色变深，让核桃在山泉水里洗个澡，更能保持卖相。洗完澡还不够，这些核桃被送入烘烤房，在柴火烟熏中美美地睡上4、5天，期间火不能停，还有专人定时翻动，保证每颗核桃彻底干燥。相聚的时间总是太短，张云新家人张罗着给何雪芬母女俩送行。奶奶不惜繁复的手工，用浸泡1夜的本地米磨成湿粉，一层米粉，一层红糖，再铺一层核桃碎，交错蒸熟，做成当地过节时才能吃上的蒸糕。松软中带着一丝韧度，
齿颊间流淌着核桃的清香。临近中秋，女儿严运健也特地从顺德带来自家做的嫁女饼和月饼，让他们尝尝核桃在广东糕点里的味道。非常好吃，甜而不腻。我们尝一下蒸糕核桃糖。何雪芬最喜欢钻研美食，看到核桃在原产地吃法如此丰富，她动了研发的初心。干了这碗核桃茶，母女俩就带着新鲜出炉的核桃回到順德，迎接年底最忙碌的結婚季。雲南拉烏嘅合桃、西山欖仁、美國嘅巴旦木，我希望佢哋都係做最好嘅產品，好啲好啲，最好啲。虽然是100年老店，但一家子并没有完全守着传统。比如五仁馅儿里早就超过了5种果仁儿。瓜子仁儿、核桃仁儿、杏仁儿、腰果、松子等，都保持着完整的果仁颗粒，确保咬下去的每一口都是挨挨挤挤的各种堅果，香糯耐嚼，清甜不膩。少油少糖，咁食起身其實同平時食過人條啊個口感係一樣嘅。調好馅料，何雪芬給自己的一對兒女重新複習功課。我爸爸係咁教我，即係我媽又咁教我，到我阿公都係咁教，就百藝可以蒲身。等於有啲人學彈琴，有啲學寫畫，咁你學整餅係啦。係個技藝好關鍵咯，即係易學難精咯。好有興趣。翻到去就會同埋同事一齊做。留學歸來後，姐弟倆決定繼承這門手藝。先是開皮，以盡力搓豬油、水、高筋麵粉形成韌性的水油皮，再將豬油和低筋麵粉混合，搓成酥鬆的油心。用水油皮包裹油心，反复推壓折疊後，形成24至32層的餅皮。這就是嫁女餅外皮酥而不散的秘密。還有一項聽上去像武林秘籍的技藝，何氏螺旋手。何氏嘅旋轉手啦，係轉住緊我嚟包，佢就包得個底好薄嘅。佢越薄嘅話，最後個餅底會越靚咯。佢面頭嗰層會最後切開係好多層酥。10隻手指呈順時針方向規律旋轉，不到4秒鐘，面皮完美均勻地裹住餡料，一個個底兒薄頭厚的嫁女餅就做好了。男家送，女家派，小小的嫁女餅成就老廣傳統，最能傳播喜氣的婚嫁聘禮。由蘿蔔變身菜譜，如此普通的食物，卻在嘴刁的潮汕人中享有極高的地位。街頭小店，一份腸粉用它來點睛；小吃鹹水果以它為主角兒，既能做家常小菜，爽口開胃，也能登堂入室，與高級食材搭檔。經典的老菜譜迷，更使人腸胃熨帖。家家戶戶，歲歲年年，菜譜一直陪伴着潮汕人。95後的何月瓊嫁到潮州高塘鎮已經4年了，從十指不沾陽春水的都市女郎，變成製作菜譜的好手。如今丈夫把傳了幾代的菜譜加工廠交給她管理。我們高塘鎮這邊幾乎每家每戶都會自己種蘿蔔、曬蘿蔔。記得小時候踩個單車過來他們鎮，全部都是菜譜的香味。每年農曆11月進入蘿蔔豐收季，何月瓊都到地裡扎扎實實地做一批傳統的菜譜。剛剛
始回来那个时候可美了，穿小裙裙，现在就怎么舒服怎么来。对啊，干活嘛。当地肥沃的沙质土壤，让萝卜在90天的生长期里吸足养分，个个长得白白胖胖。白玉的品种，然后只有我们这边才能种植。这个萝卜的话，它纤维多，水分多，晒出来的萝卜呢，它有弹性，然后比较脆。刚采挖的萝卜要在地里晒上1天，另一批萝卜经过3天的海盐腌制，水分大量流失，开始变软。这时用清水冲洗，便不会破坏表皮，保持了卖相，也降低了盐分。在后面研渍的阶段，还要多次重复。就每天晒，晒了就收，收了就压，连续半个月。都是一整根一整根的，因为可以保存得更久，营养还有那个水分没有流失的那么快。中午时分，何月琼挑了10多斤重的大萝卜给大伙儿夹菜。新鲜萝卜清新水润，切丝准备下锅。大锅里正用南乳焖煮着生蚝和五花肉，加入萝卜丝翻煮，最后和蒸好的米饭搅拌均匀，收汁。这就是本地特色菜高汤焖。每逢农忙时节，高唐人都喜欢做这种连菜带肉的干饭，荤素搭配，咸甜适口，最适合田间干饭人。傍晚是最忙碌的时候，何月琼的丈夫吴伯清也赶来帮忙，把晾了1天的鲜萝卜围进竹扇里，一层萝卜铺一层盐。另一边，经过3天腌制的萝卜已经围好。何月琼洗完脚，跳到萝卜堆上踏平踩实，被挤压的萝卜慢慢吸出水分，在夜晚继续腌制。经过大半个月的日晒夜腌，何月琼的辛苦劳作终于迎来了最后一步。把它压实压紧，压紧了它才不会发霉。存放3个月后，菜谱才算制作完成。新出炉的菜谱黄破鲜艳，肉厚甜脆。更绝的是，潮汕人喜欢把新菜谱储藏成老菜谱。30年以上的老菜谱，变得黝黑绵滑，油光可见。撕下一块，皮柔肉酥，沉香弥漫。何月琼做菜谱宴同样拿手，为了家人，她从厨房小白变成了家里的大厨。菜谱切丝，和其他配料一起下油锅爆香，与花甲同炒，贝壳张开即可上盘。菜谱给花甲增添咸香，也吸收了海鲜的鲜甜。菜谱煎蛋是潮汕人餐桌上的常客，简简单单2样食材，却是老少咸宜的下饭神器。菜谱宴怎能少得了老菜谱？家里通常由老人负责保管最古老的菜谱。奶奶拿出珍藏30多年的老菜谱，给孙媳妇的靓汤加点料。有個23วันนี่有個23นี่一撈就寫撈啦，只係那隻就撈咗呵，就撈菜包。潮汕人笃信老菜谱有健脾消食、清热解毒的作用。经过岁月转化，
老菜谱绵软易撕，加入冬瓜水鸭汤中，浓香扑鼻，滋味微酸清咸，极为甘美。老婆，很抠啊！我高价。在这个追求速度的时代，越是投入时间成本的美食，越显得弥足珍贵。